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那今天呢出现转盘活动了，那一般来讲呢都没有玩家想要去玩这个活动，都是骗钱了。不过这一次有一点不一样了，我看到大家的反应都是觉得说这一次活动比较值得。那我们来计算一下这一次活动到底值不值得。先说一下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去玩这一次活动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次是给材料，而不是给金头。我在右手边会放上这个活动以往的保底奖励，有25颗金头，还有10张图纸碎片。这一次的活动有5张图纸加上16个金色的材料。为了方便大家做个对比呢，我就做了一个列表出来给大家看。之前跟之后对比起来，其实之前的活动会比较值得给金头的时候，因为之前给的金头数量会比较多一点，反而这一次给的金色材料数量比较少，并且我这里还写出了 VIP 商店的价格还有原价。那表面上看到金头的价格是比材料还要更便宜的。不过图纸碎片其实那边有一点争议啊，因为我看到 VIP 商店里面那些全部都是随机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知道原本自选图纸的价格是多少。不过其实之前跟之后都是一样自选的，所以就当做这个价格是他们的价格啦。虽然金头的价格会比较便宜一点，但是因为数量比较多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们看总体价格，VIP 的价格是之前比起现在还要多出2万了，也就是讲之前的转盘会比较值得。如果是看原价，其实之前的价格是比起现在还要多出4万4。所以如果你们有真的去计算的话，其实之前的转盘会比较值得，价值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玩家说这一次的转盘会比较值得，或许是因为金色材料要获得比较困难吧。我看到比较多的理由就是这一次的新骑兵其实并不是这么多玩家想要去培养，所以他们暂时还不缺金头。反而有比较多的玩家都是因为现在失落之地有给2张图纸了，然后又要去5觉醒，导致成材料跟图纸不充足的情况下，所以他们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可以去搞。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包括转盘里面的物品。在右手边我会放上之前跟现在的物品。之前的转盘给比较多的就是星星啊、金头，但是完全没有金色材料。然而这一次的转盘里面有金色材料、蓝色材料跟紫色材料。除此之外，这一次的图纸碎片呢也是金色的，但是之前全部都是紫色的。所以如果光靠选择性的话，显然这一次的转盘里面的物品是比较值得大家去拿的。因为像之前的转盘有超过1半以上的物品，其实大家都并不是很想要，比方说水晶钥匙啊、黄金钥匙，然后金色星星，还有包括紫色的图纸都没有玩家想要用了。简单的来说，就是之前的转盘比较适合可能刚玩这个游戏不久、金头不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去发育的玩家。然而这一次的转盘内容比较属于需要再加强的玩家，加强你们的装备。所以从表面上选择呢，其实我个人会选择下面，也就是现在的转盘，确实会比较让我心动。再加上转盘里面所给的保底奖励。不过我还是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转盘的内容到底里面值得多少的价格。以之前跟现在的转盘来做比较的话，其实现在的转盘是比起之前的转盘还要多出6950的。这里的计算我全部都是用原价来做对比，因为有些物品在 VIP 商店是没有价格的，再加上 VIP 商店有些物品的打折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就看原价会比较合适。尽管现在的转盘其实是比起之前的转盘还要多出6000多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算上保底的话，其实它这个6000多也是没有办法弥补。在前面我是已经做了计算了嘛，如果是看回原价的话，之前的转盘比起现在的转盘保底多出 4.4 万，加起来总数其实还是之前的转盘会比较值得，价值会比较高。但是重点还是在于里面的物品，里面给的物品全部都是垃圾的话，就变成没有用了。那各位你们可以看列表，比较贵的价格就有包括星星，原价就需要花5000了，但问题是正常的情况下你是不需要花5000宝石去拿到星星的，而且还是买5颗星星，还有包括黄金钥匙，原价1200。谁会去买黄金钥匙？黄金钥匙都已经变成垃圾了。水晶钥匙还有一点点作用，至少有可能可以拿到金色的图纸。紫色的装备图纸其实大家也不需要用到了，大多数的玩家现在都是往金色的装备发展。所以对于玩家的心态还有实用性来讲，这一次的转盘确实是值得的，拿的东西会比较实用。这就是我整理出来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一次的转盘比较值得的原因。所谓的值得并不是只是在于价值而已，而是里面所给的物品。
那问题来了，既然这一次的活动给这么多材料，如果是跟我们平时的礼包做比较的话，到底哪一个会更多材料更加值得？可以买材料的礼包包括重装上阵还有精兵锐甲。再对比今天所购买的礼包，左边是重装上阵，右手边是这一次的礼包。以加速来做对比的话，这一次的活动加速肯定是比起重装上阵还要更多的。但是用材料做对比的话，其实这一次的活动材料给的比较多。重装上阵所有的材料换算起来的话，总共是1348个普通材料。这一次活动的材料全部换算起来，总共有7376，是比起重装上阵还要多出了好几倍。同样的价格，显然这一次活动拿到的材料会比较多。就算是计算到3个黄金宝箱重装上阵，也就只有2884个普通材料。但这个时候就有观众要问了，那假设说这一次的活动我是有额外花宝石呢？额外的宝石消耗就是说这一次的转盘活动礼包，就算你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幸运币，你都还没有拿完整个转盘里面所有的物品，需要用宝石额外去购买。运气非常糟糕的情况下，全部都买完了，总共是消耗了31500颗宝石。下面我又做额外计算了，如果你是消耗了这些宝石换算去普通材料的话，总共可以买到1344个。扣掉这一次活动可以获得的7376个，其实还是比起我们普通买到的礼包还要更多材料。所以严格换算起来，这一次活动的礼包是比较值得的，不管是加速啊，还是你的活动里面可以获得的材料。当然除了重装上阵之外，还有精兵锐甲也是可以获得材料，加起来的材料总数也是没有比起这一次还有更多，而且加速也是不多，只能说装备材料的礼包比较多的就是水晶钥匙了吧。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都不太在乎水晶钥匙啦，所以我是已经帮大家换算了这一次的活动还有其他的礼包作为对比。总结来说，如果你是很缺乏材料的情况下，其实这一次的活动礼包确实是值得买的，也值得去玩这一次的活动。至于图纸方面，它也只是给手部而已，就看你们有没有需求，如果有需要用到的话就拿吧。因为像之前的活动，它给的那些图纸呢，全部都是武器的，其实没有玩家想要去拿武器的，大多数玩家都是拿失落之地的武器，就显得之前的转盘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不过它那个转盘的内容有时候会换啊。那这一次的活动呢，其实我也是有去转的，刚刚你们也听到背景音乐了，其实我一直在转。那么很遗憾的，我就是那个要额外消耗宝石的人我购买了礼包里面的幸运币呢，是不足以让我拿到全部东西，我是额外购买了所有的幸运币，只要能够用宝石购买的我全部都买了，才获得转盘里面所有的物品，所以我是真的运气比较糟糕啦。不过老实说，今天我这个计算呢，也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你需要消耗额外的宝石，然后去购买礼包才可以拿到里面的物品。假设运气好的情况下，甚至有些玩家只是购买礼包，拿礼包里面的幸运币就可以把这个转盘给完成了，可以减少宝石的消耗，以至于你获得材料的价格呢更加值得，更加便宜实惠。那当然，如果我有什么计算错误的地方，可以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帮我补充。各位也可以根据我给的总结来判断自己到底要不要完成这一次的活动。我认为有一些玩家是特别需要去购买这一次的礼包，就比方说你打算要去买精兵锐甲或者是重装上阵的玩家，既然都是要花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要完成这一次的活动呢？那么最后画面上你们也看到了，我是已经把我能够花的幸运币都花光了，剩下4个而已。用单转的方式还是没有办法获得奖励的，最后还是要用3个硬币的方式去转。不过也还好，最后一次转的时候我是拿完全部物品了，因为你们看转盘上的那些物品呢，其实还是有机会转不中了，到时候我就要通过活动去拿到其他的幸运币了。那么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或者是你有购买这一次的活动礼包，有完成这一次的活动，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你们个人觉得这一次的活动礼包值不值得去购买。希望这一次的影片有帮助到你们，我们下个影片再见。